回到了曾家诊所，诊所的大门关上了，不过屋里还亮着灯。曾小雅说道：“我二叔二婶应该在2楼吃饭，吃完饭他们就会下来重新开门。不过晚上一般没有什么病人，晚上相对白天来说要轻松很多的。”曾小雅下车，用钥匙开了诊所的大门，扭头对刚下车的战月说道：“还早，进来喝杯茶吧。”正有此意，战月帮他将收到的礼物拿下车。曾小雅重新将诊所的大门打开，她招呼战月在二叔平时喝茶的茶桌前坐下，然后烧开水，将原来茶壶里的茶水倒掉，重新泡茶。现在还早，你喝茶不会影响你晚上的睡眠吧？不会，可能是咖啡和茶都喝多了，就算是晚上喝茶也能睡得像猪一样沉。曾小雅笑：“我以前喝点茶就整夜睡不着，现在也差不多和你一样了。”小雅，你回来了。二婶从楼上下来，夫妻俩是刚吃完饭。二婶听到动静就先下楼了，二叔则在收拾桌子。二婶，战月起身叫了一声，二婶笑着应了，战月才重新坐下来。吃过饭了吗？二婶问道。吃过了，本来想下午就回来的，战奶奶非要我留下来吃了晚饭再回来，就吃了晚饭。战月亲自下厨做的菜，二婶，战月的厨艺好得很，比我们家做饭阿姨的厨艺都要好上几分。曾小雅在二婶面前夸赞着战月，二婶看战月的眼神是闪闪发光的，自家侄女这真的是捡到宝了。这个男人家世好，性情好，能力好，居然还能烧得一手好菜，真的是出得厅堂，入得厨房呀。真的吗？什么时候我们也能尝尝战月的厨艺？战月立即说道。二婶二叔肯赏脸的话，随时我都能过来给你们露两手的。知道夫妻俩终日守着这诊所走不开，战月没有说叫他们去他家里吃饭，而是迁就着他们愿意过来亲自下厨。二婶笑得像朵似的，那我们就不客气了，你什么时候有空就过来露两手，放心，我们不会嫌弃的，也不会把你当外人的。战月应了。曾小雅看着二婶笑得欢，生出了一种二婶似乎要将她卖了的错觉，肯定是她想多了。二婶待她如亲生女儿，因为二叔二婶只生有儿子没有女儿，对侄女儿都是极好的，怎么可能卖了她呀？是想多了。小雅，突兀的声音传来，屋里的笑声顿住，都看着林医生走进来。看到自己这个学长，曾小雅忍不住在心里叹口气，林学长该不会还是不死心吧？林学长，曾小雅还是客气地叫了一声，也请林医生坐下。林医生没有坐下，他看向战月，说道：“我是来找战先生的。”猜到战先生在这里，还真的在这里。战月挑眉，情敌是找他的呀？咋的，还想跟他抢曾小雅吗？林医生找我有事？战月还坐着不动，问着林医生有什么事，在这里说吧。林医生说道：“战先生，我们出去聊聊行吗？我请战先生去街口的那家咖啡店坐坐。”战月一副无奈的样子，起身对曾小雅说道：“小雅，你泡的茶，我今晚怕是喝不上了，改天有空过来了再喝你泡的茶。”林医生，走吧，你请我喝咖啡。林医生朝二婶点点头，又深深地看了曾小雅两眼，跟在战月的后面出去了。他也开着车来，两个人便各自开着车到前面街口的那家咖啡店。二婶和小雅都跟着出来，目送着2辆车远去。二婶对侄女说道：“他们俩去的是咖啡店，顶多就是斗斗嘴皮子，不会动手的。不管是林学长还是战月，他们还是有点涵养的，不会动手。”曾小雅不担心他们打起来，就是觉得因为他和战月走得近了点儿，让林学长视战月为情敌，老是找战月的麻烦，觉得对不起战月。二婶，我要不要和战月保持距离？感觉战月就是被我连累了，因为他房子装修的事。
也因为我和战奶奶聊得来，就和战月走得近了点儿。林学长是战月为情敌，老是针对他，我都觉得对不起战月了。二婶说道，自己行得正，坐得正，怕什么？再说了，就算你和战月走得近点怎么了？你未婚也没有男朋友，战月也是一样的单身，走得近一点又不犯法。林医生是觉得自个人不如战月，陡增压力才会这样，不必理会他。你反正拒绝了林医生，管他怎么想，他自己都有一个备胎呢。曾小雅，二婶，你是不是也认为我和战月在恋爱？没有呀，我知道你们就是很单纯的朋友关系，是邻里关系。二婶的思想纯洁得很，不会像别人想的那么乱那么多的。曾小雅失笑，挽上了二婶的手臂，两个人往诊所里面走去。我总觉得二婶要把我卖了似的，怎么可能？你是我的侄女儿，我看着长大的，对你们的疼爱一点都不比你的堂兄弟少。视若亲女，我疼都来不及了，怎么可能把你卖了？顶多就是推波助澜，助战越追到小雅。二婶是真的很看好战月，越看越喜欢的那种。私底下也偷偷拍过战月的相片，发给了兄嫂过目。兄嫂虽然没空回来，也没有见过战月本人，但小雅的亲大哥是见过战月的。看到战月的相片后，小雅的爸妈都没有意见，他们反而没有小雅那种觉得配不上战月的感觉。他们认为自家的孩子很优秀，战月配得上他们家的孩子。只要战月是个好男人，对小雅是真心的，他们很赞成两人在一起。今天去了战月家里，觉得怎么样？他家房子还可以吧？大别墅，带有前后院，低调又不失奢华，豪门不都这样？不过他家里人是真的很好相处，没有一点豪门的架子。今天也见到了他的爸妈，还有大伯和大伯娘，都是很好相处的平易近人。他对战月的长辈印象很好。曾小雅拿起唐君叶送给他的那套护肤品，递给二婶，说道：“这是战月的大伯娘送给我的见面礼，他妈妈也送了一样的见面礼给我，是护肤品。二婶，咱俩一人一套，我自己一下子也用不了那么多的。”二婶推拒：“他们送给你的见面礼，你收着自己慢慢用。二婶又不缺护肤品。况且他们送给你的，必定是你这个年纪适合用的。二婶都是大妈级别了，用的护肤品跟你们年轻姑娘的不一样。”曾小雅坚持要二婶收下一套，二婶推不了，只得收下，笑道：“那二婶就不跟你客气了，收下了。咱们是一家人，如同母女一样，你陪伴照顾我的时间比我妈还多，在我心里，二婶也和我妈妈一样，我孝敬一下二婶是应该的。再者，她真的用不了那么多的护肤品。”林医生找战月出去说什么？二婶有点担心的道：“林医生不会欺负战月吧？”二婶的心是偏着战月的，她很欣赏战月，希望侄女能嫁给战月，不是图战月的家世好，是图战家的家风好。像战家这样家风的人家，嫁进去真的是享福。战家的男人又专情，不像林医生那样，这边追着小雅，那边又放不下何月华，把何月华当成了备胎，准备追不到小雅就娶了何月华。这样的男人，二婶是真心看不上。还好小雅并不爱林医生，只要小雅不爱他，他就只能娶何月华了。二婶放心吧，战月会拳脚功夫的。林学长哪能欺负得了他？他不欺负林学长就很不错了。曾小雅不担心战月，她只是觉得对不起战月，因为他的原因，林学长老是视战月为情敌，找战月的麻烦。是哦，听说战家的少爷都会拳脚功夫的，战家真的是另类豪门，不愧是二婶欣赏的年轻人。小雅，现在也没有外人在场，就咱们俩，你跟二婶说老实话，像战月这样的男人，你喜欢不？二婶，曾小雅说道，不是我喜不喜欢的问题，爱情要你情我愿，大家相互喜欢，而不是单方面的爱慕，那样很难有结果。
很多时候都是没有结果。像林学长单方面爱慕他一样，他不爱林学长，林学长就只能放弃他，心里也会很难受的。曾小雅被初恋男人抛弃，受过情伤，她知道爱情伤人的时候是真的伤人。战月很优秀，人长得也帅气，待人接物都很有风度，想爱上他很容易。我有时候都会控制不住自己的心，但我又要告诉自己不要多想。战月是战家的少爷，哪怕战家的家风很好，哪怕战家的长辈很开明，我也不敢胡思乱想，不敢奢跌他的喜欢。我怕是自己自作多情，还是做朋友吧。他的嫂子们全都是豪门千金，背景比我们家强大多了。因为他的嫂子们都很好，所以长辈自然开明，不会有任何的阻拦。我们家在同行中还算有点面子，但在他们那个圈子里，咱们家真没有什么好看的。我与他们不当互不对的现实差距太大了，所以我时刻保持清醒，告诉自己战月对我不错，是因为他在装修上有很多问题要向我请教的，我也帮了他不少的忙。我们就做朋友吧，能不能更进一步？我不去想，也不会去迈出那一步。二婶理解地道，二婶理解你的。你不是说战月的爸妈对你都很好吗？他的大伯等人也是，还有他的兄嫂待你像家人一样。说不佳他家的长辈是真的开明呢，不会强行干涉他的感情，只要他喜欢，他想娶，家里长辈都会尊重他的选择。你是把战月当朋友，但我看战月对你是有想法的，他并不把你当朋友来看待，他是喜欢你。二婶是过来人，看得出来。曾小雅笑了笑，说道：二婶，我和战月认识的时间都不算长，加上他住院那段时间，满打满算也就2个月吧，他怎么会就喜欢我吧？况且喜欢也不一定是爱，他可能是对谁都这样吧。我看他对林学长都是温和有礼的，他是豪门出身，从小接受到良好的教育，优养极好，他对谁都好。由于我和他都是未婚的，在你们看来就会想多一点。曾小雅说道：我也不是抗拒和他在一起，而是我不能主动去爱他，怕受到伤害。我已经受过了一次伤害，不想再来一次。对待感情，曾小雅是比以前谨慎多了。若他对我是那样的心思，他向我表白了，我才能考虑一下要不要接受他，要不要和他在一起。他承认他不敢去拼，不敢主动去追求。战家的男人不是主动追求就能追得到的，他的那些哥哥爱慕者一大堆，主动追求的又不是没有，可是有人成功了吗？他不敢主动去追求，怕追不到。就算战月真的对他有想法，他也要考虑考虑两人是否般配。二婶想了想后叹口气，说道：那个渣男带给你的伤害太大了，谨慎点好。若战月真的爱你，他会向你表白的，他若是表白，你可得考虑清楚，不要考虑门当户对这一点，咱们家并不差。在很多人眼里，我们家已经是富裕的家庭，你只需要想清楚自己爱不爱战月，愿不愿意和他过一辈子就行。战家的男人又都专情，对待爱情对待婚姻都是从一而终，只要他向你表白，代表他认定了你这辈子只会爱你一人，所以你就只需要看自己的心。二婶拉着小雅的手，语重心长的道：我和你二叔也是希望你能嫁个好男人，有个好婆家，过着幸福的日子。小雅，缘分来了，你要打开大门，让缘分进来，你们才能修成正果。要是你将缘分挡在门外，就会错过你的正缘。战月和那个渣男是不一样的，好好想一想。曾小雅说道：二婶，我早就放下了，那个人也结了婚，过得如何我都没有去关注。战月是和他不一样，他不配和战月相提并论。